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颗从桃园巴德来的白色 W126的6缸分油盘，它的故障测试。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82211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，为什么车子不顺。好，大哥现在打开电源，我们有看到它的6缸的那个油孔都开始在出油了。好，我们这一次，大哥把这个出油孔把它擦干净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OK， 好，大哥打开电源。我们看到它在引擎一发动的时候，它还没有加油，它就开始漏油了，而且漏得相当严重。那代表说这颗分油盘是故障的，所以说，这部车子为什么都永远不健康？是因为它分油盘故障了。等大哥整修完毕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做一个测试。这颗编号82211的 W126的6缸分油盘，大哥已经整修完毕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分油盘，它的出油状况是这样的情形。好，大哥打开电源。好，在未整修之前，它的故障情况是，当引擎一发动，那侧流板还未被引擎的吸力往下吸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出油了。那目前呢，我们已经打开电源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看。好，打开电源 ，OK， 它并没有出油了。那正确的出油是我们有加油的时候，那侧流板会被引擎往下吸。好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OK， 我们看到它出油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。大哥把这油孔的油把它擦干净。OK， 好，加油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要做它的完整的流量测试了。这部从桃园巴德来的白色 W126的6缸分油盘，编号是82211。大哥已经完修了。那我们在之前有看到它故障情况，就是说还没有出油的时候，引擎一发动还没有加油，它就开始大量冒油。那大哥已经整修完毕了。那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流量测试。第一部分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，第二部分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OK， 大哥来打开电源。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1分钟的全油门的测试，出油量以这颗 M103的6缸分油盘，它应该是在1分钟出油量大概在170ml 左右。
那经过大哥整修、清洗以后，然后还要做调整。调整之后呢，我们先来看看每一缸的出油量是不是达到我们厂方的要求。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一缸的出油量是170，第二缸175，第三缸180，第四缸190，第五缸180，第六缸170。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%，我们这次看下来的误差大概在5%左右哦，算是完全符合厂方的要求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82211的6缸分油盘，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0分钟，好，开始。这个阶段的测试是在模拟我们的怠速的时候，它的出油量是不是每一缸都能够达到厂方的要求，都非常平均。那这个阶段的出油量是会绝对影响到我们在怠速的时候，它会不会抖动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因为如果说有出油量不平均的时候，那它们的每一缸的出力就不一样那就会造成车辆引擎抖动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的分油盘，像这个 W126大概都30岁了。那当30岁的分油盘，油箱是个很严重的污染源。那因为长期不开，因为车子不好开，所以长期不使用，就没有加汽油。那挥发性的物质，挥发掉之后呢，胶质比重比较重，它就残留下来。如果停排的话，那问题就更严重了。几乎油箱是个很严重的污染源，会把我们的喷油盘跟喷油嘴完全堵塞了。理论上，如果一部车子它整个油箱都正常的在使用车子有在正常开，有在添加汽油，它的堵塞的时间应该在20年以后吧。这个是大哥的预估值。当然，如果说你车子整修好又不开，长期又摆着，又停牌，那当然油箱的二次污染又来了。当然这个情况就很麻烦可能分油盘我们又要重新处理了。那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分成因为时间比较长我们分成2个部分。等时间接近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。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桃园巴德莱的白色 W126的6缸分油盘，编号82211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因为这个阶段会决定我们在怠速的时候是不是它的稳定性。因为如果说有一缸出油不一样不平均的话，那就会造成我们走动。时间到，关闭定时器，关闭电源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一缸的出油量，第二缸、第三缸、第四缸的出油量都在200。第五缸202左右，第六缸也是200。那厂方的要求误差是15%，我们这次看下来的误差应该在3%以内。这成绩相当优秀了。所以说，经过整修过之后呢，我们这分油盘应该
如果再正常使用，应该20年不堵塞吧。好，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，好，拜拜喽。